结婚5年还是处女之身，而且从来没有过夫妻之事。只因丈夫是80年代军人，前2次回来被电报喊走而耽误，后3次又赶上来月事。3年前秦烈的父亲秦父莫名其妙得了重病，为了冲喜，沈母就把沈依以3000块钱卖给了秦家，嫁给了军人秦烈。后因沈依拿了秦烈的津贴去补贴娘家，就被老秦家扫地出门。最后沈母又以3000块把她再次卖进了大山里，后来才得知是被活活打死。沈依竟然这样穿越进了表面小说里，成了一个作死女配。这蹄子怎么还不醒？还真把自己当军官太太成交贵命了呢！喝一下躺半天。妈，不会有啥事吧？刚刚看着好像断气了一样。有个屁事！你没看到他还有气吗？可不是，10有8九就是装的，自来就是这矫情的毛病。小姐的身子，丫鬟的命。依依，你可别吓唬妈，你没事吧？这摇钱树不会真傻了吧？在他眼里，儿子是宝，女儿是草，娘家兄弟是云，自己丈夫儿女是你。我脑袋都被撞了个大窟窿，你看是有事还是没事？依依，你别生气，我拿秦烈的津贴补贴娘家，你还把这钱送给你娘家的兄弟，居然你们还推我，也不至于我受伤，借此机会来个决裂吧。我现在可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弱女子，除非让朱美云跟沈大刚离婚，不然我不会原谅你们，也不会再回老沈家半步。从今往后，我会跟老沈家一刀两断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你这傻丫头，说的什么胡话呢？你觉得我在说胡话吗？妈知道这件事是你大哥大嫂不对，妈也生气，但是他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就在这时，沈大刚跟朱美云2个就进来了。你们来的正好，赶紧的给依依赔个不是。依依，这件事是大嫂不好，是大嫂的错，大嫂给你道歉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朱美云根本就看不起这个二姑子，眉眼间却都是讥诮。这件事是大哥误会你了，不过大哥也不是故意的，难道你还要跟娘家兄长计较不成？道歉就不用了，反正我话已经说了，你们要是不离婚，以后我就当没这个娘家。什么离婚？依依说胡话呢，别当真。因为这点小事让他们闹离婚可不现实，毕竟现在娶个媳妇可不便宜。再说也已经生3个孙子了，谁愿意进来接手啊？谁跟你说笑了？沈大刚要是不跟朱美云离婚，我就不认娘家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怂恿我跟你大嫂离婚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娘家你不认就不认，谁稀罕你了？到时候你别哭着喊着回来求和才好。好啊，那咱们就等着瞧，看我会不会再踏入老沈家半步。你现在不就在老沈家？沈依闻言愣了一下，这才反应过来还在老沈家，直接二话不说就下床。沈母一看他真要出门，才想把他拉回家。你这丫头，你闹什么呢？伤成这样不赶紧回去躺着？这就不劳你费心了，以前我借给娘家的那些钱，必须1分不少给我还回来，要是敢不还钱，你们就给我等着瞧，我直接上沈大刚你单位闹去，看你还有没有那个脸在单位上班。沈母也是脸色一变，依依，你这是要挖妈心啊？妈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。她一哭，左邻右舍就出来看热闹了，一片哗然。是啊，养大我不容易，所以我打小就给你们当童工，家里活全都包干了，让你们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长大后还被你卖了个3000块钱的天价，你还不知足吗？沈母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很是难看。3年前把我卖了3000，后来又说家里困难，让我把钱借给娘家。这一次我脑袋被撞也是因为沈大刚和朱美云，可算是让我看明白了，在这个娘家我永远都是外人，但是老沈家必须要还给我之前借的钱。秦烈这3年给我寄回来的津贴，我可全是1分不少拿回娘家来了。围观的邻居都目瞪口呆，把她丈夫的津贴1分不少都拿回娘家了，这样看来她娘也太没良心了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老沈家什么时候跟你借钱了？我就知道你是要否认的，所以我都有记账的。80年9月开始，到上个月老沈家总共欠我1330块钱。你是疯了吗？老沈家什么时候拿你那么多钱？有没有你自己清楚，少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。要是敢缺我1分钱，你们就等着，不仅是沈大刚你的单位，还有沈二刚的单位，别想消停，我就给你们3天时间，不把钱送回来就试试看。沈依冷冷说完，也不管左右邻居都惊呆了，转身就一脸决绝地离开老沈家。哎呦，老沈家这3闺女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明白过来了？不知道啊，感觉跟变了个人一样。我看这次是来真的，还没见过沈依依这副凶狠的样子，竟然被逼得跟一头母狼似的。老沈家可真绝，当初就把女儿卖了3000块钱，还嫌不够，他将来的电器跟不要钱似的，还不是从他3个女儿哪里嫁来的。老沈家真是造孽了，简直不把女儿当人。左邻右舍这些话，老沈家关起门来是听不见的。妈，沈依依她是疯了不成？她闹这么大，这让左邻右舍怎么看咱家？这死丫头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她不要脸，咱们老沈家还要呢。大门口就说那些话，脸都被她丢尽了。妈，她往家里拿那么多钱，我们怎么不知道啊？你个婆家贼的，
混账东西！你知道什么？洗衣机、冰箱跟电视机哪来的？是你赚回来的吗？我就是担心他要不到钱，到时候真去大钢厂子闹。大钢最近可要准备参选主任评选呢。怕什么？先冷他几天，回头我再去哄哄。放心吧，他还能真不要了娘家不成？娘家可是他的根。不但被自己亲娘卖掉，还被2次转卖到大山里。他也不责怪他亲娘，还经常把婆家的钱拿给娘家用。原来是沈依依穿越到了表妹的小说里，在80年代当了军嫂，上一世的悲惨命运从此改写，成了一个不再懦弱的作死女配。接上集，沈依依在沈家还受伤后，直接去了县医院处理了一个伤口，就回秦家了。咋回事啊？头上这是怎么了？被我大哥大嫂给打的。你可是我老秦家的媳妇，他们凭啥打你？妈，以前是我错了，我瞎了眼才会觉得娘家好。从今往后，我要跟老沈家一刀两断。巴不得儿媳妇别再跟他娘家来往了，那老沈家简直是个无底洞。依依，你别说这种气话。我这可不是气话，我是打算好了的。等我把借给娘家的钱要回来，以后大家就井水不犯河水。到底咋了？妈，你别问了，反正经过这次，我算是大彻大悟了。等把钱要回来了，我以后就当没有这个娘家，我好好孝敬妈你跟爸。秦母也知道他喜欢补贴娘家，都没有多说过什么。沈依依不仅家里的活全包了，更是特别嘴甜，把秦母这个婆婆哄得心花怒放。第二天吃完早饭，沈依依也没有闲着，跟着秦母一起在家里收拾家务，就看到了隔壁带婶子抱着孙子过来串门。哎呦，这么勤快呀！这不是闲着没事干嘛，就跟依依一起收拾收拾。妈，你去跟杜婶做做，剩下这点活我来吧。你家这媳妇娶得真不错，人水灵，手也巧，一点不偷懒，啥活都能给你干好。从她进门后就没见你家脏过，不像我家那个啥都不干。你也别这么说，这不是给你生了个大孙子吗？要不是看在孙子面上，我早把他赶出去了。聊了1个多小时，婆婆们聚在一起说儿媳妇坏话。不过沈依依是一点都不掺和，除了做家务，空了就运动，不然就是回屋里看书。3天时间一晃而过，老沈家一点还钱的动静都没有。沈依依直接来到沈大刚的单位，拿着菜刀直接抵在自己脖子上，这一下子整个场子都炸开了。大妹子，你咋了？你别抽闹啊！有委屈找领导，你可别这样啊！沈大刚正在办公室里准备今天的工作。大刚，你还不快点出去？你妹子要死在咱们工厂了啊！啥？你说啥？她亲口说叫沈依依，就是你沈大刚的妹妹，你逼得她没活路了，她现在就要死在厂子里，让咱们厂子背负人命官司。看着人模人样的，没想到能把亲妹子逼成这样，实在是人不可貌相。沈依依，你做什么？你来的正好，就让所有人看看你沈大刚是怎么活活逼死自己亲妹妹的。3年前你们把我卖了3000块钱，之后又跟我借了1330块钱，那可全是我当兵的丈夫出生如死赚的卖命钱啊！既然想把我活活逼死，那我就死在你面前。沈依依把账本交给旁边一个特别八卦的大姐。哎呦，大妹子，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！我们厂长会给你做主的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，竟然把亲妹子的家底都掏空了！我以前去过沈大刚家里，看着挺气派的啊，冰箱跟洗衣机都有，没想到钱竟然是这么来的。我也去过，日子过得好，结果是抢了亲妹子的骨水稀。就这样的人品还想竞争主任的位置呢？沈大刚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你在闹什么？家里当时的确是有困难，家里已经在给你凑了，今天就想给你拿过去，你竟然还闹到这里来了。沈大刚，你少给我打马虎眼，我也给过你们时间，让你们去凑钱还给我。结果呢，我今天就是来找你们厂领导的，我要看看这么好的厂子留不留你这样的老赖。没错，我们厂子里可不会纵容一个老赖。八卦大姐的男人刚好要跟沈大刚竞争主任之位，其他人也纷纷都表态。沈大刚，厂长让你今天不用上班了，回去把家务事处理好了再说。此时的沈大刚脸都白了。还钱，我一定还钱，你赶紧回去吧，算我求你了，我现在立刻就回去筹钱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今天之内要是不把钱给我还回来，你就等着。沈大刚可一点不敢耽搁，赶紧就蹬着自行车回家去了。沈母正在骂大儿媳妇朱美云懒，还有二儿媳妇奸馋。这2个竟然睡到现在还没起来，这是要当祖宗不成？你咋回来了？不是去上班了吗？妈，赶紧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还给沈依依吧，她都去我厂子里闹了，她拿着一把菜刀去我厂子里寻死觅活，我们厂长就让我回来把事情处理好。躲在屋里偷懒的朱美云也出来了。那你的主任位置咋办啊？被他这么一闹，你还有希望升主任吗？奸馋的二刚媳妇也憋不住了。那他有没有去二刚厂子里闹啊？难道老二跑得了吗？他都会去闹的，要是这事闹大了，到时候我们估计连工作都保不住，你们赶紧凑钱去吧。他要多少钱啊？1天330块钱，这些年来他给娘家的钱少1分他都不答应。这么多钱，他想让咱们上哪去找啊？他咋不上天呢？
简直是反了天了！我现在就去老秦家找他去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大能耐，还敢这么闹。是一个军嫂，前世被亲娘多次转卖，还被娘家人各样的借口来要钱。现在让我穿越到小说里，重新开启了这段生活，不再懦弱，一定要回本属于我的东西和自由。之前沈依依为了要钱找到了沈大刚的工厂，严重影响到了沈大刚在工厂的名声。沈母气得来到依依的婆家算账，结果沈母一到老秦家，依依去市区了。她说她很久时间都没有去看过她小弟了。听到沈母一说，腿都软了。逆女，这个逆女，她竟然找到市大学去找小儿子了，她还真敢啊！妈，现在可怎么办呀？沈依依肯定是去大学闹了，老三没准会被学校开除的。朱美云跟二刚媳妇则是有些痛快，因为婆婆从3个女儿身上搜刮来的钱，都全供给市区读大学的小叔子了，还养了一个市区女朋友，吃饭看电影啥的哪个都得花费。这个逆女，她要是敢去小刚学校闹，看我不活剥了她！沈依依如法炮制，直接拿着菜刀在校门口就闹起来了，一群学生都惊呆了。让大2年级地理系的沈小刚出来，我这个亲姐姐被他逼得没有活路了，拿着我们的血汗钱，他还敢在学校里吃喝玩乐泡妞，他这是逼死亲姐姐。不要激动，有话好好说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，不要冲动。沈小刚心惊胆战地走出来，就看到真是他三姐了，差点晕过去。三姐，你干啥呢？我干啥？你姐我被你逼得没活路了，你说我来干啥？老沈家必须还钱，还了钱大家一刀两断，从此两不相干。沈小刚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，拉着沈依依就要走，沈依依一刀就朝他伸过来的手劈下去。姐，你是想要我命吗？我警告你沈小刚，我已经到了这份上了，我是豁出去了的，你少给我来这套。他对象从人群里走了出来。小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玉，我姐她就是受刺激了，我带她回去，等我回来再跟你解释。姐，快走吧，算我求你了，咱们有话回家好好说行不行？临走前还看了这个叫小玉的女孩子一眼。姑娘，找对象可要睁大眼睛啊。沈依依这才跟着沈小刚走，不过现在没有车回去，所以中午沈依依就吃了沈小刚一顿，点的还是牛肉面、红烧肉、猪肉饺子，什么贵就点什么。现在有机会不敲你骨头一下不行了，也让你尝尝被吸骨髓是个什么滋味。姐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是受啥刺激了？还有你头上这是咋回事？咋回事？那你可得回去问问沈大刚还有朱美云跟你妈了。下午的时候两人就坐车回来了，车票当然也是沈小刚买。回去告诉老沈家，今天之内我要是见不到钱，明天我再去沈大刚他们厂里，也会再去你们学校看你，还有欠我的钱也得由你沈小刚亲自送过来。沈小刚看了眼他这个简直是疯了一样的三姐，二话不说就朝家里去了。沈母看到小儿子回来很是诧异，小刚，你咋回来了啊？是不是那贱蹄子去找你了？妈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你们到底对三姐做了啥？她怎么变成那样了？竟然拿刀去我学校寻死觅活！这贱蹄子，他竟敢真去找你，我去跟他拼了！妈，你要是再敢去找三姐，她就又要去我学校还有大哥厂里闹自杀，我还怎么在学校混？今天我的脸都差点被丢尽了。在场大家都呆愣住，三妹啥时候变得这么凶？沈母一下个大耳光就朝朱美云扇过去。就是你这个贱人，把他打成那样，让他对娘家失望，都是你这贱人！朱美云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，都被打懵了，反应过来后就嗷的叫了一声，直接就朝沈母打回去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明明是你自己压榨女儿压榨狠了，现在还怪到我身上来了。大刚，你就看着这贱人打我是不是？沈大刚当然是帮着自己妈。朱美云哭着回房去，没一会带着她的衣服跑回娘家去了。还闹什么啊？赶紧凑钱啊！今天要是见不到钱，沈依依可就又要去闹了。这个贱蹄子，看我不过去剥了他的皮！沈母怒气冲冲的直接就杀到老秦家，竟然直接扑通一下跪在了老秦家大门口。经常旷课但次次考100分，而且还天天结交新女友，不是在看录像，就是在请女孩吃大餐。他叫沈小刚，沈依依的亲弟弟。沈家从沈依依身上压榨了不少的钱，都拿给这个沈小刚在学校挥霍。沈依依重生回来，80年代要与沈家一刀两断，只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钱，重新开启新的人生。话接上集，沈母到秦家大门前一跪，引来了左邻右舍都过来围观。这不是老秦家的亲家吗？就是那个秦丽她丈母娘。咋回事啊？怎么直接来跪老秦家了？发生啥了？在内屋里的沈依依早已料到沈母会来找她，已提前跟秦父跟秦母二老说过了。你们看，跟我说的一模一样吧？这会不会不大好？毕竟是你妈。我都已经跟他们断绝关系了，以后我也只有你一个妈。不过这件事你们不用出面，我来就行。依依，妈给你下跪了，妈知道错了。沈依依不看他，重点看向一旁的沈小刚。看来你是不把我的话当回事了呀。行啊，等着吧，明天一早我就去他们2个厂里坐坐，完了再买票去学校看你。兄弟3个脸色都变了。三妹，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。我跟老沈家没什么好说的，把借了我的钱1分不少还回来，否则的话
你们就给我等着。大家听我把家里这点丑事跟大家说说。3年前老沈家把我卖了3000块钱这件事，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吧？但是大家还不知道，老沈家这一家子豺狼虎豹，还……别说了，沈小刚也是脸色发白。三姐，我们还钱，立刻就还你钱。那你们还待在这干嘛？赶紧把你们妈拎回去，别让她在我老秦家门口丢人现眼。一把年纪了还喜欢装，自己丢人就算了，还连带一家子跟着丢人。老沈家是造了什么孽才娶了这么个丧门星进门，简直是一个人祸害3代人。依依啊，这咋闹成这样了？娘家把秦烈给我的津贴1000多块钱全部都抢走了，我去要钱，结果老沈家竟然给了我一榔头，把我打成这样。1000多块钱全部被抢走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？是啊，还把你打成这样，这不就是谋财害命吗？邻居们都忍不住说起来。今天也是叫左邻右舍看笑话了，但现在我大彻大悟，以后不会再那么愚孝。既然他们能对我下得去这个狠手，那我还要这个娘家来干嘛用？这个娘家我以后都不会认了，算是恩断义绝。沈母嗷的一声，活生生气晕了过去。这一场闹剧以沈家惨败落下帷幕。回老沈家后就醒过来了，原来沈母是装晕的，直接坐地上去哭了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竟然生了这么个杀千刀的赔钱货闺女！妈，你就别嚎了，赶紧把钱拿出来，把这件事接过去吧。这个赔钱货是真想跟娘家一刀两断了，丝毫不顾及颜面。可是家里也没有那么多钱啊。没有也要凑，赶紧的，我明天还要回去上学呢。沈母只能咬咬牙去把家里存了600块钱的存折拿出来了，还有一笔现金，加起来也才800出头。你们2个赶紧去把你们私房钱拿出来。拿啥啊？我们哪有什么钱？钱都不都在妈你手里了吗？1个月工资就给我1半，你们还吃家里的喝家里的，剩下1半哪去了？是不是拿回你娘家去了啊？我可告诉你，最好是给我把钱拿出来，不然我就去你娘家那边要，看你娘家丢不丢得起这个人。沈二刚就只能去把存折拿出来，一共是300多。你个王八羔子，你干啥拿我的钱？这可都是我好不容易攒下来的。行了，家里都闹成这样了，难道你还不消停吗？沈大刚也进去拿存折，不过却发现存折没了，被朱美云给带回娘家去了。你们不拿，凭啥让我们拿？大刚，马上去老朱家把存折给我拿回来，要不然就离婚。沈大刚只能踩着自行车来老朱家拿存折，存折也的确拿回来了，不过却是被媳妇抓闹了一脸。沈母看了气得直哆嗦。你怎么就这么窝囊？你可是他男人，还能任由他一个娘们骑到头上作威作福？妈，你少说2句吧。你个窝囊废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儿子？沈小刚把存折都收了起来，时间太晚了，只能第2天去取了，所以先把现有的230块钱现金先拿过去给沈一，剩下的1100块钱都在存折里，明天给你拿过来。沈一接过钱数了一下，行了，可以滚了。你这是被什么鬼怪附身了？我以前才是被鬼附身了，要不然干不出这种被娘家无底线敲诈的蠢事。沈小刚再不多言，踩着自行车就走了。第2天，沈小刚就把剩下的1100块钱拿过来还了。以后被老秦家欺负了，你别哭着找回来就行。你放心，我沈一就算是饿死、冷死、病死，都不会再跟老沈家有半毛钱关系。沈小刚深吸了口气就走了。沈一拎着这一包钱就交给秦母。妈，这钱是秦烈这些年来给我寄回来的津贴，我以前不懂事，所以瞒着你们借给了娘家。以后这钱妈你帮我收着吧。这是老三给你的，你就自己收着吧。沈一真是被感动到了，但是想到之后可能会与秦烈分手。我留了200多块钱，我打算做生意，不过现在这1100块钱妈就帮我存着，我是不如妈会持家，放你这我放心，以后妈也多教教我。不知情的秦母被哄得眉开眼笑。你还别说，在持家这件事上，妈是有点心得的。那这钱妈先给你们存着，不过你放心，这钱就是你们自己的，我不拿你们的钱，等你懂事了，到时候还给你，自己管去。突然秦母转眼盯着他，依依，你说要做生意是什么意思？多次转卖亲生女儿，甚至要求女儿把婆家的钱拿来补贴娘家，从此让她过着软弱受欺的一生。这个女儿就是沈一，现在重生回到80年代，要和娘家一刀两断，过上自己的幸福生活。之前从娘家要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1300多，但是沈母心有不甘，于是通知长女沈婉婉去找沈一，想把钱再要回来。请问这是老秦家吗？沈一连门都没有让她进，直接喊她上外边说话。行了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我听说你回娘家要钱，把咱们娘家闹得鸡飞狗跳、鸡犬不宁。哟，没读过书还挺有文化的呀，一口气说了2个成语。你是疯了吗？现在跟大姐一起回去跟妈磕个头认个错，跟妈保证你以后再也不敢这样。沈婉婉，你自己想燃烧自己奉献自己是你的事，跟我可没关系，我做不来这事。
你是我妹妹沈依依吗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变成这样都是被他们给逼的，不过也多亏了被沈大刚跟朱美云让我看清楚娘家的真面目。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大家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。你这说的什么胡话啊？哪有不要娘家的？娘家的根没了，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的。你打住吧，别来跟我说什么娘家是根的，我自己的小家才是我真正要扎根的地方，娘家是我的根，真是笑话。你就别犯傻了，没有娘家的女儿，夫家还不是随便拿捏吗？没了娘家，连个给你出气的人都没有。沈依依是不愿意浪费时间在无关紧要的人根是上面的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依依，你听大姐的，咱就回去跟妈认个错。你以后也别再来了，我跟老沈家一刀两断了。不仅老沈家，你还有沈早早，我也没兴趣跟往来，大家各自安好就行。说完这些，沈依依直接头也不回，直接回去，丝毫不搭理沈婉婉在后边喊她。一回家就把门关好了。依依，你大姐呢？被我赶走了，谁稀罕招待她？这会不会不大好吧？来了总得让进门来喝杯水。她是来劝我回去跟他妈磕头认错的，我是傻了才愿意回老沈家那火坑呢。老沈家就是一窝吸血虫，我早一点断队，咱们就早一点清静。之前妈不是问我想做什么生意吗？我是计划卖茶叶蛋。这时候个体户才出现不久，所以在外人看来是十分不受待见，说白了就是个受鄙视。沈依依是打算干的，不干哪来的钱？妈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做生意丢人？倒也没什么丢人的，都是靠本事吃饭，不偷不抢的，就是怕你做不来啊。你脸皮薄，我连老沈家那一窝子极品都不怕，还能怕丢脸？茶叶蛋你会做吗？那当然，我今天就做给妈你尝尝看，要是不能让妈觉得好吃，那我就不做这个买卖。等说服秦母这个婆婆，让她叛变帮自己说话，那秦父这个公公肯定不成问题。那边沈婉婉回到了老沈家，沈母还在那哎呦哎呦的，以前是装的，这回是心口发疼，疼得厉害。1330块钱啊，那个挨千刀的逆女她怎么吃得进去？她就不怕自己被撑死了吗？早知道是这样的反骨女，当初就该把她摁入尿桶里，把她淹死。妈，你好点了吗？沈依依没跟你一块回来吗？三妹说手里有活比较忙，就没空回来。忙什么忙？她能忙什么？人家当少奶奶的都没她清闲。你老实说，她是不是真要跟老沈家断绝关系了？妈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三妹她就是被大刚跟美云伤了心，等过一阵子就好了。我再去劝劝她，你放心，那1000多块钱我一定会让三妹还回来的。沈母立刻抓着她的手，露出一丝笑脸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要是办不到，你就得替她还。妈，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啊？现在家里也不给我管钱了，连个买菜钱都要跟1分1厘跟我算。自从她男人知道她把家里钱都给了娘家后，真是要把她给打死了呀！在那之后就再也不给她管钱了，只给她买菜的钱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废物？娘家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却一点都帮不上，还真被佟大为那王八羔子拿捏住了吗？要我看，你干脆离婚好了。离婚？对，离婚。你给老佟家生儿育女，老佟家却不把你当人，这当保姆的每个月还有工资呢。可是，要是他真跟我离婚，可怎么办啊？我都40岁了。你就只管放心好了，他怎么敢跟你离婚？离了婚，他一个人怎么拉扯4个孩子？谁又会愿意去接受这样的烂摊子？可是要是真跟我离婚，那怎么办？你这傻孩子，你是妈的亲闺女，妈还能害了你不成？他真跟你离了，你就回娘家来，还能缺你一口饭吃吗？你大弟二弟都有工作，你小弟更是在市区上大学，以后出来可是要当干部当大官的，还能照顾你这个大姐，有娘家你别怕。妈，你对我真好。老秦家这边的沈依依已经跟秦母把家里的活都忙活完了，接下来婆媳俩就要撸起袖子开始煮茶叶蛋了。新娘以3000把它卖了，后来又转卖到大山里，最后她被活活打死，过着苦命的一生。如今重生80年代，她从娘家要回了自己的钱，从此与娘家一刀两断，开启了她致富之路。制作茶叶蛋，洗锅烧灶，鸡蛋先冷水下锅开煮，煮个10分钟左右后，捞出来过凉水，然后将鸡蛋敲出裂缝备用，再将锅里煮鸡蛋的水换掉，又加了几条干净的水进去煮。等鸡蛋敲好了，锅里的水已经烧开了，沈依依就把准备的酱油倒进去煮开，看火候差不多了，就把香料、茶叶、盐这些东西倒进锅里，烧至煮沸，就可以把敲好的鸡蛋放进去煮。最后这一步只要小火就可以了，煮上15分钟，再焖上几个小时，咱们这5箱茶叶蛋就算完成。我家依依手真巧，什么都会做。谢谢妈的夸奖，之后我要学的东西可多着呢。忙活完茶叶蛋就到中午了，婆媳俩个就开始擀面煮起了面条。沈依依还切了个黄瓜丁，做了酸溜黄瓜。
等面条煮好，就把黄瓜丁撒上面，又爽口又鲜，满口都是麦香味，很浓郁。依依，你现在这厨艺是越来越好了，等以后你跟老三去随军了，老三肯定就有口福了。妈还盼着能早点抱大孙子呢。这个孙子的事情。看到杜婶过来，就和秦母在小院开启了2个情报老太太唠嗑模式。听说你家杜江干起了个体户，现在卖起黄桃罐头了吗？我是听老五说还不错，不过具体也没跟我讲过，咋突然问这个？依依这不是在家里没啥事吗？所以他就想着弄茶叶蛋去卖。依依要卖茶叶蛋，哪里用得着啊？我家老五就是没事的，我才同意他干个体户的。秦烈每个月津贴都寄回来，依依哪用干这个？我闲得慌呀。沈依依拿了2个茶叶蛋出来，一个给了秦母，另一个给了杜婶。妈，你跟杜婶都尝尝看。这多不好意思。一起尝尝看吧。秦母剥了鸡蛋壳，茶叶蛋一进口，秦母眼睛都瞪大了。哎呦，咋这么香啊？真的吗？真的，不信你问你妈。好吃，你也进去拿个尝尝。那我这个茶叶蛋买卖可以做得起来吗？要是保持这个水平，我觉得这茶叶蛋的买卖可以做。等杜婶回去了，沈依依走到秦母跟前。妈，爸他会不会同意我卖茶叶蛋啊？你爸不是那种不开明的人，他一直觉得国家鼓励个体户的这个政策挺好的。虽然爸说政策好，但不代表能答应。妈帮我问问爸，到时候我跟你分账。放心好了，妈一定站你这边，不用分账，妈自己有钱。沈依依抱着他胳膊。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命苦，摊上我那个妈，现在命运给我另一扇窗，有婆婆妈疼也是一样的。你这么想就对了，以后要是老三敢欺负你，你就只管跟妈说，妈一定不饶他。那咱们婆媳可要站统一战线，坚决维护咱们女人的权益。秦母乐得不行，秦父回来的时候，就看到婆媳2个好的跟什么似的。今天有茶叶蛋，我吃着特香，你过来尝尝看。秦父接过鸡蛋就剥了个吃了起来。好吃吗？不错，哪家买的？哪里是买的，依依自己做的，我都不知道她原来还会做茶叶蛋。以后多做点，早饭可以吃这个配粥。哈哈，居然给我这么不错的评价。行，交给我，之后我变着花样做好吃的早饭给爸吃。秦父当面没说啥，等晚上回屋了，诧异的看着秦母。对了，老三媳妇性子软绵皮薄，她能卖茶叶蛋，干得了这个吗？那是之前，现在依依性子可不软了，面皮也不薄，要不然这1000多块钱能从老沈家那要回来吗？这不一样。那不一样了，主要还是他没别的事情干，现在跟老沈家断了，也没孩子可带，一天天就在家里发呆嘛。他想卖茶叶蛋，就让他试试看呗。老三能同意吗？他高低也是个军官，要让战友们知道他媳妇卖茶叶蛋，在面子上能过得去吗？你这话啥意思？之前你说个体户政策好，是逗我的吗？你也瞧不起个体户。明天还是让依依打电话问问老三吧。那行，反正好久没跟老三通电话了。第2天，秦烈接到了沈依依打来的电话。为什么要卖茶叶蛋？钱不够花吗？钱够花，你寄回来的钱都交给咱妈了，现在不是钱的问题。你也1年到底回不了1、2次，我实在闲不住。其实今天打电话也不是跟你商量的，不管你反对还是不反对，我都会干。你是沈依依？是的，是沈依依，你的媳妇，如假包换。以前是捏着嗓音说话，怎么现在精神气十足？你要是缺钱花，我可以多寄点回去。不缺，我就是太无聊了，所以才想找点事情做的。这次秦烈没有说服那个陌生的媳妇，忍不住脑壳疼的揉了揉眉头。妈，秦烈同意了。原来儿子是不同意的，不过天高皇帝远的，他也管不到家里的事了。行，那就干吧。不过你真敢去问人家买不买吗？妈，你放心，你儿媳妇我已经浴火重生，你就等着享儿媳妇的福吧。儿媳妇给你挣钱买电视机回来，要左右邻居都羡慕你。不要不要，要是有电视机，家里还不得人满为患。我跟你爸都喜欢清静。到时赚钱了，我带妈就去大商场买衣服，随便挑。是被亲娘卖掉，娘家还让她把婆家的钱补贴娘家，让她这一生过得比牛还苦。现在重回80年代，与娘家断绝关系后，开启了她的逆袭之路。原主是沈依依，制作茶叶蛋成功后，接下来进城购买鸡蛋，还要购买一些香料。小哥，你这卖鸡蛋怎么卖？你想买多少？一次进货最低50斤，以后可能还会更多，不知道给不给批发价？哈哈，我一个表哥乡下的，他自己就办了鸡场。你要是要的话，我可以把他介绍给你，价钱比你来这买要便宜啊，不少。只是价钱要给我算便宜点，你能做主不？你来这买的话，给你算一块，
比外边市场价便宜吗？但你要是给我表哥买，1斤1块2，一斤让利2毛，我这够有诚意了吧？只要蛋好，不偷奸耍滑，以后我的大单子就只找你表哥。鸡蛋个头挑小的，1斤估计有10个鸡蛋那样，别挑大的。沈依依又问了八角、桂皮等香料，以及盐跟茶叶，买好后再将这些东西带回家。哎呦，买这么多东西，咋不叫妈跟你一起去搭把手？拎回家手酸不酸啊？我不累，妈，我去趟煤矿厂，咱们附近有没有哪家有自行车可以暂时借一下的？那边有点远。煤矿厂要买煤吗？对呀，等茶叶蛋开始煮，煤消耗肯定大的，我得去那边看看能不能拉上一门关系，私底下给我拿点。沈婉婉的丈夫佟大为倒是在那上班，不过沈依依可不想去找他，跟老沈家那边要断得干净。老马家的老大马爱博，他就在那边上班，等他今天下班回来，我去找他说说。别看卖个茶叶蛋就有那么容易，从鸡蛋到香料、茶叶、盐巴以及煤炭，这些全都要精打细算一番。傍晚的时候，沈依依和沈母来到马爱国家。我想做个体户，卖点吃的，以后需要的煤炭量很大，所以马大哥你就看看，给我算低点，不然没赚头。我跟秦烈可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，你是秦烈的媳妇，我还能赚你的吗？你要的话，1斤煤炭给你5分钱。那马大哥你还有没有赚点？你要是没有，那就往上提一提，咱们得互利共赢才行。我赚点出力费。他还能赚一点点，但是真的不多。行，马大哥你明天下班回来，给我带一车回来。不过弟妹，这价钱只给你，其他人你谁都不能说，要不然我就没办法给你带了。马大哥你放心，我不是没数的人。从老马家出来，沈依依就舒心了。接下来只要等鸡蛋，还有煤炭，问题就不大了。秦母关注不在这了。爱国就比老三大2岁，可孩子都4个，老三还没膈应，还好下个月就回来了，就是不知道这次能待多久。好像是想要自己儿子回来下种，这么着急。虽然秦烈已经是她名义上的丈夫，然而心理上还没接受，要她去跟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滚床单，她还做不到。第二天早上，沈依依准时到了商场门口，周兴已经带着他表哥在那等着了。我来晚了，叫你们久等了。没晚，哈哈，我们也是刚来的。沈姑娘，这就是我表哥林大志啊。你好，我叫沈依依，我男人当兵的，感觉你也当过兵吧？是的，我在川口那边当过。我男人秦烈在哪个营我也不知道，上次通电话说下个月可能有假期会回来，到时候我给你们炒2个小菜，你们喝一杯。那行啊。沈依依看过鸡蛋了，50斤鸡蛋分2个箩筐给放的，但没一个坏的。大志哥，你给我送家里去，顺便认认路，以后我还要订鸡蛋的，你就直接送我家里去，你看行不？沈依依点点头，上了林大志的驴车，就给他指路朝家里去，没多久就到家了。妈，我回来了，这是林大志，林大哥，他以前也是当兵的，跟秦烈是一个大营，2年前因伤退伍的，现在自己在乡里办养鸡场。哎呦，那可真是有本事，下个月我家老三就回来了，到时候你们喝一杯。那到时候我来掏着。林大志当着他们的面过秤，50斤鸡蛋还出了半斤，送走了林大志。沈依依跟秦母已经开始制作茶叶蛋，直接就煮了10斤茶叶蛋。忙完一看时间快到中午了。依依，我待会带2斤茶叶蛋过去你二舅舅家，给你借辆自行车。借总不是长久之计，要不然问问二舅舅愿不愿意卖，愿意的话直接找他买。带了2斤茶叶蛋过去，真把二舅舅家里的自行车给买回来了。你二舅舅当初买的时候买了160，一听我要买，就100块钱给我了。不过我给他拿了110，时间刚刚好，我想去卖卖看。用不用吗？去给你壮钢蛋。不用，我能行的。用个大铝锅装着放到篮子里，再将准备好的卖茶叶蛋的纸牌子跟给客人装油纸也带上，再有点找零的钱，这么严严实实捆在自行车后座上，蹬着自行车就过来大厂门口了。卖茶叶蛋了，大哥大姐，要不要看看茶叶蛋？不仅挂了牌子，还直接吆喝了起来。果然很快就有人围上来。你这茶叶蛋怎么卖啊？2毛钱一个。这也太贵了。一听这价钱，摇摇头就走了。后边又有几个过来问，也都走了。不过沈依也不气馁，卖茶叶蛋了，2毛钱一个，给我来2个吧。沈依闻言就用油纸给他装了2个，4毛钱就到手了。这也太贵了，2个3毛钱差不多。大姐，1斤鸡蛋就1块4了，还用了不少好料，这才能煮出来这一锅5香茶叶蛋。2毛钱一个真不贵，也可以买一个尝尝看。要是不香不好吃，我当场退钱不退货，直接差评吧。大姐也没客气，接过茶叶蛋剥壳尝了一下，还真是挺不错啊。我用的都是好料，味道绝对不会差的。那行，再给我来5个吧。算上他吃的这个，一共是6个茶叶蛋，1块2就到手了。一看他们买了，旁边几个工人跟着买了，带出来的5斤茶叶蛋就剩不到几个。沈依依带着剩下的3个回到了家。依依，你回来了，卖的咋样呢？
50个茶叶蛋卖了只剩下3个。真的？那可真是不错。快洗手吃饭吧。之前忘记问了，你茶叶蛋多少钱一个？我卖2毛钱一个。这卖的不便宜啊。算下来不贵的，外边1斤鸡蛋就1块4了，我也就是一下进货50斤鸡蛋，才给我2毛钱利润，而且还有香料盐跟煮煤炭，这些全都是成本。虽然利润不大，不过咱们薄利多销，用数量来取胜，只卖了个傍晚就赚了2块多的利润，后边肯定会更多的。1元的茶叶蛋居然卖到10元一个的天价，不但没有人说贵，还说卖的太便宜了。给我来2个吧，昨天买的那2个都被我儿子吃了，之前拉肚子，现在肚子也不拉了，真是华佗在世啊。我爹之前走路杵着拐杖，自从昨天吃了这个茶叶蛋后，居然不用拐杖，走路更利索了。我媳妇经常为了家里的一点小事跟我吵吵闹闹，没有一天消停过。昨天吃过这香气飘飘的茶叶蛋，就不给我闹脾气了，还让我今天再给她买。原主是沈依依，她的前世是一个悲惨的命运，现在穿越到80年代，开启了逆袭之路。她今天又到了之前出摊卖茶叶蛋的那个厂门口。昨天吃过的好几个人都说好吃，原本2毛一个的茶叶蛋，不是他们吃了感觉好吃才再给他打赏了好几元，不然哪会有10元一个的高价呢？因为好吃，有不少的回头客都来买茶叶蛋带进厂里吃。你妈做的什么饭那么难吃？本来我就一点胃口都没有，现在更不想吃了。小伙子正好看到沈依依的茶叶蛋，不吃东西咋行？要不试试这茶叶蛋？茶叶蛋好不好吃，干不干净啊？都是真材实料的，也是绝对干净，大家只管放心吃。一个多少钱？2毛钱。那买一个我试试看。沈依依给包了一个茶叶蛋过去，小伙子给包了壳，才把茶叶蛋凑到他媳妇嘴边。他媳妇试着吃了一口，好吃，再跟他买几个。小伙子又给买了5个。哎呦，小祖宗，你可算是愿意吃点东西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惦记我肚子里的孩子。那咋能啊，必须关心媳妇你啊。昨晚上没咋吃，今早上也没吃2口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茶叶蛋的香味也传开了，有些能接受这个价钱的都跟着买了，有回头客又有新客人。今天沈依依带来的10斤茶叶蛋全卖光了，回家后又带着做好的茶叶蛋来到菜市场门口，又开卖了。姑娘，你卖的啥东西？我卖的茶叶蛋2毛钱一个。你这也卖的太贵了，2个3毛钱差不多。不贵的，1斤鸡蛋就要1块4了，还有香料等，算下来就赚您1分钱，就是赚的辛苦钱。不然给我拿2个吧，带回去给我孙孙尝尝。开了第1单，后边陆陆续续也有其他人来。哎呦，这不是依依吗？你咋上这来卖东西了？你卖的啥？是陈婶子，我在家里待着无趣，就自己做了点茶叶蛋来卖。婶子，你要不要买2个试试？行啦，你给我拿2个，要是好吃，婶子下次还来你这买。那就多谢婶子你了。这个陈婶子可是周围十分八卦的人，相信今天之后，小区周围这一片估计都要知道他卖茶叶蛋了。不到1个小时，带出来的茶叶蛋直接卖光了，便收了摊子，踩着自行车回家了。你看都这个时间了，快去吃早饭。吃过早饭，沈依依就打算继续出车，因为家里还有几斤茶叶蛋。还要去卖呀？菜市场现在也没啥人了，厂门口也关了吧？我去沿街叫卖。于是推着自行车就到了城南大街。卖茶叶蛋了，卖茶叶蛋了。生意是十分不错的，这不用了2个半小时，这一锅茶叶蛋也卖完了。踩着空篮子的自行车就回家了。饿了没有？要不要再去吃点？不饿。都卖完了吗？卖了多少斤呢？也就几斤。做生意哪里能跟人说实话，全都是半真半假。尤其他现在才刚刚起步，那一斤能赚多少钱呢？小本生意能有多少？也就赚个零花，肯定是不如你家杜江的，他才是干大买卖的人。杜江就卖点头、绳头花啥的，算啥大买卖？我看还不如你这茶叶蛋呢。那怎么会？头花头绳多畅销啊！我都不用去看就知道卖这个是抢手货。可不就是，上次在市场上我看到他在摆摊，摊子上围了不少人呢。也就养家糊口。上次他就悄悄问了他赚的怎么样，才得知1个月赚的钱比进厂的大儿子杜涛多3、4倍。我也不傻，我小儿子这么好赚钱，怎么能给你们说实话呢？杜婶走后，沈依依给秦母商量，打算再煮个20斤，傍晚再去卖。我今早上在菜市场卖茶叶蛋，还看到陈婶子了。我估计这回咱们这一片都知道我卖茶叶蛋了吧？你别管他，他那大嘴巴从来没个把门的时候，而且他家老二也私底下做个体户呢。不是只有杜江干嘛？陈婶子她儿子啥时候也干了？去年就干了，就是没让人知道。我也是才听你杜婶说的。很快个体户就会成为流行的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给咱们家丢人的。靠自己双手双脚吃饭，不偷不抢的，丢啥人了？妈说的没错。妈，你算算我今天卖了15斤茶叶蛋，赚了多少钱？ 6块。是
这只是上午的，我傍晚还要去卖，一天估计能赚个8、9块钱，那一个月差不多能赚个270、280。你现在刚开始做，所以市场就好一点，等过一阵子，生意会稍微冷淡下来的。妈，你说的没错，现在刚开业生意会好点，往后市面上肯定也会有别人做茶叶蛋跟我竞争的，毕竟做这个也不难。婆媳俩一边聊天一边煮茶叶蛋，活忙完了之后，沈依依还通知了林大志，让他明天送100斤鸡蛋来。林大志就立刻叫他娘给他挑100斤鸡蛋。还是小新给介绍的那个大客户吗？对，就是他。他男人跟我还是一个部队的，下个月还要回来，到时候我去跟他喝一杯。好。对了，明天进城你去买点糖跟饼干，后天跟我去相看。我没空。一听到相亲，林大志直接拒绝。你前边那媳妇不是个东西，但也不是每个女人都那样。你要是还舍不得那个女人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妈，你说啥？我都跟他离婚了，还有啥好惦记？拉一下手就让肚子大了，亲一下就能怀上双胞胎，居然发生在优生少生的80年代。但是他偏偏是个例外，不想谈，更不想去见女孩，只因他处在遍地是黄金的时代，个个都搞起了没有面子的个体户，他们却在私底下偷着发财。看那个王小二和那个姑娘的没见2次就好伤了，你干啥不谈媳妇？你想打一辈子光棍不成？你妈我可不想一把年纪了，不但给你洗衣做饭，还要忙活这机场，简直累死个人了。我现在没那心思，等我把机场真正办起来了再说。妈，你要是累，就请个人来帮忙。请人不花钱嘛，我看你就是要气死我。我不管，反正后天你必须去相亲，不然我就不干了。好不容易才请媒婆找的好婚事，哪里能这么就算了？行，后天去看看。不准打马虎，必须好好跟人家姑娘相看。我打听过了，还挺不错的。第二天，林大志送货来了100斤鸡蛋，不但多送了1斤，还特意提出了另外一个合作。要是你一个月可以订货500斤鸡蛋以上，我可以给你再让1毛钱，1斤鸡蛋1块1。这还得是跟儿子一个部队的，看看这就是会办事。没问题，一个月500斤鸡蛋估计只是打底，往后肯定会往1000斤上走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今天就以1斤1块1的批发价给你。我也希望可以跟你达成长久的合作关系。还挺有心胸的，知道依依是大客户，还愿意再让利了1毛。过完秤，沈依依就直接把110块钱算给了他。下次需要再打个电话过去。林大志走后，沈依依就出去卖茶叶蛋了。没想到回来后，竟看到秦母把茶叶蛋给他煮好了。煮茶叶蛋的过程跟用料还有材料妈都看你做过了，所以就帮你把这一锅煮好了。你累了吧？你先歇歇。沈依依真的被这小老太太感动到了。妈，多谢你，我可不累，我从来没有跟现在这么精神。赚钱的感觉很好吧？特别好。妈当年也是纺织厂的女工，没人帮忙带孩子，只能留在家里带孩子，再没有自己赚过钱了，只能跟你爸伸手要钱。不过妈为家庭的付出是值得的，妈培养的4个孩子，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咱们这一片，谁说起老秦家不给妈你竖个大拇指啊？你就会哄妈高兴？哪有哄，全是发自肺腑的。我也不知道上辈子着了多大的运道，这辈子才能给你当儿媳妇。下个月老3回来，你争取给妈生个大孙子，妈就啥都值了。不过妈，你咋那么笃定我会生孙子？万一要是孙女呢？孙女也好啊，不过算命的熊瞎子说让我放心，他说你这八字需要开窍，只要你开窍，命中注定会有2个儿子。现在政策只能要1胎的，1胎也有2个的。这个熊瞎子究竟是何方神圣，不带这么欺骗老太太的呀？有秦母给沈依依搭把手，今天卖的比昨天卖的还多。秦母在夜里就跟秦父说起这件事。今天我帮忙多做了一些茶叶蛋，依依照样卖的1干2净，大致那鸡蛋又让利了1毛钱。今天卖了30斤，能赚15块。要是天天这样，一个月能赚好几百块。估计不会天天卖这么多吧？再好吃的东西也有吃腻的时候。但咱们县城人口这么多，总有人吃的。我之前就纳闷，杜江卖个头绳头花的，还有陈老二跟老马家老六，原来全都悄悄发大财呢。那不然我辞职出来给你们搭把手。一边去，你个五谷不分的，你能搭把手，别给我们添乱都是好的了。这一日，沈依依在厂门口卖茶叶蛋，正火热朝天的给大家打包，身后就传来一声不可思议的声音：依依。沈依依回头看了一眼，直接当作没看到。给我2个茶叶蛋，我都等好久了。沈依依淡定的一笑，人有点多，这就给你包，不好意思啊。很快也轮到其他人，有要2个的，要6个的，甚至有人一次性要10个茶叶蛋的，忙得很，哪里有空闲管身后的沈早早。这还是那个要面子的3妹吗？竟然出来当个体户，不觉得丢人吗？很快茶叶蛋卖的差不多了，
人也没几个了。依依，你怎么来卖茶叶蛋了？你谁呀？我认识你吗？你是被老秦家赶出来了，只能自己出来当个体户卖茶叶蛋的吧？沈早早，你今天干嘛来的？你要是没事就赶紧走，别打搅我做生意。我就是专门来找你的，你是疯了吗？既然敢跟娘家断绝关系，现在只能被赶出来当个体户了。我卖茶叶蛋是我自己想干，不是我被老秦家赶出来的。至于老沈家，我已经跟他们恩断义绝，此生不相往来。还有你跟沈婉婉，赶紧哪来的回哪去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大姐说你变了，我还不信。现在信了吧？可以走了。卖茶叶蛋，快来买茶叶蛋了，又香又好吃的茶叶蛋。沈早早一听他喊这个，顿时一脸通红，他觉得太丢人了，只感觉四面八方的所有人都在看自己，瞧了一眼沈依依就落荒而逃了。只吃一个蛋就能举起一头牛，只因这个蛋是经过多次工艺特制而成的茶叶蛋，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供人体的需求。做茶叶蛋的主人正是沈依依，从现代穿越80年代，重新开启逆袭之路。上集讲到沈早早来找沈依依，想让她回去给沈母认错，却被沈依依给赶走了。沈早早刚来到老沈家就惊呆了，看到朱美云跟二刚媳妇妯娌在斗嘴，那屋的沈母躺在床上，我头疼，我心口疼，我全身上下都疼。老沈家直接乱成一锅粥。妈，你没事吧？你个死丫头，我还以为你是真死了。娘家出这么大的事，你这么久才回来看一眼，你是巴不得我早点死了是不是？妈，我被陈秀那王八蛋打得下不来地，养了这些天才好的，不是不回来看你。沈母一看他两手空空，脸一下都白了。你就是这么回来看我的？我躺在床上这么久，你连一口吃的都不给我带，你就跟陈秀离婚？离婚？没错。沈母拿出对付大女儿的那套来对付二女儿，就把各种利害关系说了一遍，但沈早早吓得直哆嗦。不行啊！我要是敢离婚，陈秀她会打死我的，她真的会下那个狠手的。那你回来干嘛来的？你是回来气我的吗？妈，我去找过三妹了，你知道三妹现在在干嘛吗？她就算是死了，也跟我没关系。这个贱蹄子，她最好没有求到我的一天，要不然看我不活剥了她。沈依依在厂门口卖茶叶蛋，她当个体户了。你说什么？沈早早就把今早上的事说了一遍。她面皮那么薄，让她大点声说话她都不敢，现在竟然去厂门口叫卖，我都替她觉得骚。她真去干这样丢人的事？要不是我亲眼看到的，我也不敢相信。快带我去看看。这个时间估计回去了。妈，你要看的话，明天我带你去。早上沈依依在菜市场卖了10斤茶叶蛋，又去厂门口卖了10斤，吃过早饭去其他厂的家属区卖掉了10斤，一个上午的功夫，30斤鸡蛋就卖完了。骑着他心爱的自行车回到了家。累坏了吧？这一天天跑这么多趟，早上起来到现在就没歇过，快去休息休息。这有啥？只要能赚钱，吃点苦不怕，可得趁着现在年轻多赚钱呢。妈就是怕你太拼了，这半个月来你天天忙得跟个陀螺似的。我没事，我就怕累着妈你了。沈依依不好意思，家里家外现在都让她婆婆来，而且还要给她煮茶叶蛋。妈还干得动，还年轻呢。那是，妈你这身体素质，一般的人都比不过你的。妈能不能帮我问问看，看有没有人愿意来我这帮忙？一个月我给30块钱，再加5块钱伙食补贴。秦母惊喜的哎呦了声。咦，你真想雇人吗？妈这里是有个人选，就没好意思跟你说。是哪个？说来听听。你二舅舅家的堂学嫂子，上次妈去你二舅舅家里买自行车，才知道他原来离婚了，现在就住娘家呢。妈，你找个时间去二舅舅家说说看，看表妹她愿不愿意。要不然干脆让他过来住家里得了，也省得来回跑。他在娘家还得去跟侄女们挤一挤。行，不过在这边吃住的话，一个月30块钱，就没有额外的补贴了。没问题，就让他过来这边住，咱家还空着3个房间呢。沈依依笑笑，自然也没什么意见，直接让唐雪过来住客房就挺好的。秦母紧紧地握住她的手。咦，多谢你了。妈，你别说这种话，我打算加大生产批发出去，表妹过来了估计是很忙的，到时候她别怪我就好了。小雪是个吃得下苦的孩子，要不是命苦，她不用过成这样。命好着呢，要不然也不会从那火坑里跳出来，这就叫凤凰浴火重生，往后前途一片光明。秦母也不耽搁，吃过午饭就踩着自行车来唐二舅舅家里了，刚好遇见大侄媳妇哭着跑出去了。咋了？这是咋了？别管他，没事也要闹出点事情来。姑姑，你先坐，我去喊嫂子回来。别喊他，喊什么喊？越喊越矫情，而且又不是你的错。因为啥事啊？就因为我给小雪扯了一块粗布，想让她做身衣服，结果她一看小雪有她没有，竟然明里暗里挤兑小雪，还给我摔盆子摔碗的，我直接给她骂了一顿。
80年代的混混不抢粮，也不抢钱，甚至吃了东西还会多付一些钱。但是为了一口香飘飘的茶叶蛋，他们还争得面红耳赤。其实这些也不是万恶不赦的社会败类，只因这个茶叶蛋太好吃了，只要吃过的就解不掉。做茶叶蛋老板正是沈一，从现代穿越而来，重新开启了逆袭之路。因为生意火爆，所以让秦母特地来唐雪家，想找他给沈一帮忙做茶叶蛋。妈，我将就着穿没啥的。我给自己女儿扯块布做件衣服，还得二嫂同意不成？她算哪根葱啊？我早就想把他们分出去过了，他们死活不愿意而已。为什么不愿意分出去过呢？分出去，他们还得找地方租房，又是一笔租金，还要养几个孩子，全靠一个男人的工资养活，钱哪里够花啊？唐雪低着头，心里很不好受。她要是不离婚回来娘家，也不会闹成这样。小雪，你跟姑姑去住吧。这不行，哭，我哪里能去你那住？知道你疼她，不过哪里用得着去你那住？这又不是没地方住。这一大家子住在一起，拌嘴吵架不也是难免的事吗？我让小雪过去我那住，也是因为想找她过去给依依帮忙打下手。她在卖茶叶蛋，忙得很，所以我就跟她推荐了小雪。她那个性子，她还敢去当个体户卖茶叶蛋。依依跟她娘家那边闹了点矛盾，现在也不回娘家去走动了。这闲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干，就想到卖茶叶蛋。现在也就我给她打下手，但还是很忙。你们放心，小雪就在我们那吃住，1个月工资30块钱。要是想家里聊，可以提前请个假回来看看。在那吃住1个月还给30块钱，卖茶叶蛋赚的不会都给结算工资了吧？那不会，我看依依这茶叶蛋还是挺好卖的。二嫂你担心的那都不叫事儿。小雪，你愿不愿意去试试？我愿意，可是我手笨，我怕做不好。啥手笨？我就没见过比你心灵手巧的姑娘，你只管过去就行，到时候我教你。那我进去收拾衣服，今天就过去。收拾好衣服就跟着秦母回老秦家了。好久不见啊，快进来。多谢嫂子，这表嫂感觉比以前更漂亮了。那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以后你就在这边吃住，1个月工资30块钱。以后生意要是更好了，肯定还会给你涨上去。1个月安排2天假期。不用请假，我跟着你忙就行。得了空，我妈也会过来看我的。那咱们今天就开始干。没问题的。这个时间我得出摊了，妈你教教小雪。行，我教小雪，你去吧。唐雪帮着把那一大铝锅的茶叶蛋抬上了车，沈依依还带上1水壶水就出门去了。唐雪就跟着秦母一起煮茶叶蛋，她学得特别认真，干活也很仔细。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行的，你这不就做得很好吗？我只动嘴说说，你就把握得分毫不差了。小姑，我会再努力的。吃完晚饭，收拾了碗筷，就继续煮茶叶蛋。唐雪被秦母教过了，所以煮给沈依依看，也是多有夸赞。你这领悟力就很强，我妈跟你一说，你就懂了。那以后煮茶叶蛋的事就交给我来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睡醒的时候，唐雪已经把早饭煮好了。姑父、小姑，你们先吃，我等依依回来了跟依依一块吃。不用，你也一块来吃。依依的，我给她留出来，在家里不用拘束，有啥吃啥就行。沈依依回来的时候，秦父已经出门上班去了。小雪，你忙你的就行，我还得再出去一趟。他要去厂门口摆摊子，现在这时候就是大家上班时间，他也赶时间。这些天过去，厂门口都是熟悉他茶叶蛋的，很有口碑的，还有人专门等他呢。咋来这么晚啊？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。今天忙了点，让你们等久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沈早早带着沈母过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他被工厂工人围着买茶叶蛋。妈，你看我没说错吧？他竟然真敢来人家厂门口卖茶叶蛋，他咋这么不要脸呢？我看他简直就跟变了个人一样。啥变了个人？这贱蹄子把借给娘家的钱记得一清二楚，分毫不差。我是白养这头白眼狼了，活该他现在只能沦落到出来卖茶叶蛋。生意这么好，也不知道赚多少钱。妈，你待会要不要上去问问？沈依依看生意冷淡下来后，又拿起喇叭开始叫卖了。卖茶叶蛋了，又香又好吃的茶叶蛋。这死丫头肯定是赚钱了的。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等到沈依依收摊要回去的时候，母女俩这才现身出来。你现在都沦落到这份上了，还不给妈道个歉认个错吗？妈一听到你来卖茶叶蛋，可是心疼的直掉眼泪。沈母立刻就配合的做伤心状，含泪又欲言又止看着她。怕不是鳄鱼的眼泪吧？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小妹这么伶牙俐齿？依依，妈看到你这样，妈是真的心疼。听到没有？你妈心疼了，赶紧带她去医院看看吧，别是有什么心脏病之类的，早发现早治疗。你长这么大，妈还不知道你会做茶叶蛋呢。你在老秦家是咋了？是不是你公婆看你跟娘家断绝关系，所以就虐待你？你这么能演，
不上台唱戏真是屈才了。我可告诉你们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过各的日子就是最好的。要是敢来打搅我生活，我就去大学找沈小刚去。说完这句话，直接蹬着自行车走了，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不给他们母女俩。